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哦？就是你跟某个人可能关系曾经很好，但是现在是形同陌路，或者是你讲话是很有道理的，大家原本一开始还愿意听，但后来呢，都只当做你是一个老顽固，你是一个只听自己话的人。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会有这样的发展，通常的原因是至少其中一方不会去接受跟自己相反，甚至只是稍微不同的意见。要避免这样的发展，老生常谈，我们要有开放的心胸和探究的意愿，我们才能够妥善的处理和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。相信你一定认识达尔文这个人，想到物竞天择，你就会想到达尔文。达尔文他并不比其他的天才聪明，但是什么造就了达尔文这么无与伦比的成就呢？是他对于学问非常强大的深究心态。强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在达尔文离开这个世界以前，他都还在思考被子植物的演化问题。他能够长时间的专注在推动他的知识边界。除了能够长时间保持专注，保持这种深究的心态，他的成长方式也是有方法的。其中之一是，他对跟自己相反或矛盾的观念总是保持开放的态度。这是一个老生常谈，对不对？但多少人能够做到呢？在达尔文那个时代，在那个只要意见对上帝有一点威胁，就可能被当成异端的时代，这可是有一点危险的观念哦。他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还不够，他还要去深入研究跟自己相反或他不认同的观点，去想办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。没有错，他开放，他去研究对方，他去理解对方在说什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胜利。但达尔文厉害就厉害在他可以不断的调整，他好就好在他不坚持自己是正确的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追求真正的智慧，而不是你错我对。他要的其实是答案，而不是自己的胜利。所以他可以不断的吸收优秀的观点，淘汰掉自己已经过时的意见，淬炼出文明尖端的知识，成为名留青史的知识巨擘。据说达尔文证明自己观点的做法是，当他发现跟自己观念相左的事实或知识的时候，他会立刻把它记录下来，这是为了避免自己忘记是什么让自己有被质疑的感受。他会挑战自己的正确性，假设我是错的会怎样？接着他会检视彼此的想法差异，换位思考，考虑问题的正反面，然后他会找出并检验每一个观点里面掌握的事实证据有哪些，最后根据这些事实跟证据来产生他的结论。不管哪个时代的人哦，如果不要说尽量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了，如果连日常生活中跟自己看法不同的意见都不愿意姑且听看看，这种忽略甚至排斥跟自己不同意见的倾向，我们的思考会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僵固，我们会越来越容不得新的观念，最后大脑的软体就会停止更新，很容易在各种关系中被淘汰，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让思考不要僵固，让思考能力成为不断成长的工具，永远保持开阔的空间，容纳陌生的观点，去消化，去淬炼，才能发展出睿智的智慧、睿智的洞见，而且它保持着开放的弹性。封闭的思考方式造成的乱象跟悲哀很多，最简单的例子，政治风向、斗派系搞族群分裂，搭配上我们西瓜微大边的人性哦，了解不同的观点似乎是一件很傻的事情，跟着看起来强、听起来最大声的那边吵架大声一点才有用，理性讨论观点没有流量，理解不一样的想法很累又没有作用，还不如吵架。就像真正的健康饮食其实就是小市场，重口味的炸物就算用回锅油也能够卖得下下叫。我们就是喜欢重口味，虽然健康饮食很好，但就是比另外一边不吸引嘛。在意见交流上面更容易出现这种回锅油跟健康饮食的比对。很多人因为社会瞩目事件引发的观念冲突，和家人和朋友从此绝交，互相封锁。我们常常都有看到这样的故事，因为大家道不同不相为谋嘛，对不对？但这个道只有我的，没有你的。吵架吵得很过瘾，但实际上就是找说一样话的人一起去攻击说不一样话的人。如果对象是低思考能力的人，那尝试沟通真的是浪费时间，那也就算了。
如果彼此都有合理的逻辑论据呢，对于能够帮助自己扫除盲点的机会视而不见，是不是有一点可惜呢？又比方说，假设两个人在亲密关系里面产生冲突争吵，也不一定要亲密关系啦，你们就是好朋友，去理解彼此不一致的想法真的很辛苦，还需要有人去踏出这第一步，踏出去了还可能热脸贴冷屁股，还不如冷战还比较轻松。结果呢，就是彼此渐行渐远，如同陌生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陌生人在同一个团体里，你辛苦我也辛苦，我们都在心里觉得你为什么不懂，这样的想法也许是我们最后剩下唯一的共通点。要知道两个人相知相惜不容易，如果这中间没有人犯真的很致命的错误，我觉得事情只能够这样发展，很令人惋惜。有很多的悲哀是可以避免的，比方说跟你在乎的人形同陌路，从此决裂，只因为我必须是对的，我是对的这样的理由，既没有想过探索共赢，更不相信对方同样能想到探索共赢。如果大家有共识，不要武装，不要浪费力气吵谁对谁错，跟人家讨论意见，我们会根据事实和证据，不明白的观念，我们会自发的对这条资讯追根究底，暧昧不清的想法，模糊不清的定义，我们愿意摊开来说清楚，那么大家的明智会开啊。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正确，如果你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那么你先去理解对方在说什么，你才有机会去取得真正实在的智慧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跟我们重视的人，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的身边的人都可以针对事实去讨论意见，都可以理性讨论，保持一点感性，但不坚持正确，去听对方在想什么，得到真正的共识。整个社会如果能够针对状况寻找真正的问题根源，而不是吵一个爽，吵一个你错我对，那么除了既得利益者头会比较痛以外，大家的世界应该都可以明亮一点。希望这期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。我是 Byron， 记得3连订阅留言，我们下次见喽。